来吃个米其林3星潮汕菜，看看味道咋样，是不是骗子餐厅？好，现在到潮汕潮了，来验证一下到底行不行。就在这边。好的。柴油罐装饰区都是收藏的一些花椒和干帽嘛，也像一个小型花椒博物馆。然后花椒呢，就是鱼肚鱼漂鱼在水中保持平衡的那个器官。然后最大的是特大黄花椒，非洲如意的鱼胶，一种的话至少在300斤左右。这个花椒一块的重量就是2.38斤，然后鱼胶就是10斤鱼产1两胶，按照1:100的比例，所以鱼种的话至少是在300斤左右。对。小心哦，这边有一个紫花椒展柜，每一个花椒的年份都是20到30年左右，收藏比较多的全部都是公花椒。至于越南的金兰湾，它的特点就是头部的2个小耳朵是纯天然形成的，面质保湿不公，顶级的是雷比鱼胶。这一块花椒从潮汕这边的收购价格据说是高达68万元，年份的话是在30年以上。然后酵母式的工也是根据花椒的外形，它是形似潮州人舀水的瓢啊。潮州人呢又把舀水的瓢称为使毒，又是连气啊。这边请。环境是挺好的啊，这环境是可以啊。然后这个房间里面有洗手间，就往里面走的话，就是左边就洗手间。哦，还有洗手间。对，洗手间好，这个。哦，天外。这是我们的主菜吧。好，谢谢。其实价格还好，以这个环境来说的话，要商务宴请可以的，就是吧？喜欢服务跟环境的来，请人挺有面子的。只是我上次看他那个卤上卤的菜单，我就发现他也是聪明的，像那种鲤鱼难做的卤菜他就没有。送你一个水果，介绍一下嘛，等会儿。这是餐前水果，我们用的是潮汕的甘草水果，用甘草啊、南姜、话梅粉去拌了一下，吃的话是生津润肺。最上面的是秋叶梨，下面是芒果和蜜瓜，然后左边的话是绿豆糕，它是潮汕特有的一个外形，你可以看到的话，它有点像寿桃的形状。潮汕的重大节日呢，都会吃这种点心，寓意着健康、平安和长寿，而里面也包裹了我们潮州3宝之一的一个老药菊在里面，你可以品尝一下。对。这秋叶梨尝一尝，哇，挺硬的。尝一尝秋叶梨，有点酸，放点话梅粉。放盐。话梅粉，就一个普通的梨。那个放了点话梅。啥哈密瓜？应该切的是中间最好的部位吧？哈密瓜就是百果园那个哈密瓜，切的最中间的那个部位。芒果也挺甜。尝尝那个芒果。它都是就是切了最中间那个部位，但就是普通的水果，不是那种独自养的。尝一尝这个绿豆糕，绿豆糕还可以，就不甜是吧？不甜，它这个牌子还可以，这种还可以，挺香的。别一般。这是哦。上的是潮州3宝之一的老姜黄，桌上就是老姜黄的原材料佛手柑。佛手柑的话属于南方柑橘类的水果，它长了很多手指，所以故此得名为佛手柑。新鲜的佛手柑是不可以使用的，为了达到使用的状态呢，我们会加入了蜂蜜、陈皮、话梅以及20多种中药材，把它腌透，腌制成琥珀色的蜜饯。这个时候可以用它来煮水。你右手边我帮你倒了一杯用它煮这样成的水，是开胃理气的，对嗓子和呼叫特别的好。然后这个小吃中间呢是老姜黄的切片，稍后你可以品尝一下，它有点像果脯和蜜饯的味道。小吃的左边呢是酸菜丝，右边是梅天菜花生米，作为餐前的小吃和饮品就送给你。这个味道以前好像喝过这个佛手柑的水。老姜黄腌发酵了一个20天的醋，稍后呢会搭配我们的卤水。尝一尝，对，它是对呼吸道特别的好，去火。这个东西吃的有点像果脯。它就是这样子嘛，你看这种做成透明就是果脯，实际上就是果脯啊。这3个东西没啥牛逼的味道，就普通。但是它这种果脯是必须要拿那个蜂蜜，蜂蜜做出来的，不能拿糖腌，糖腌了以后就质量好一点。对对，非得拿蜂蜜才行。吃了2菜会感觉有点甜，还是吃点咸菜吧。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道前菜，这个是潮湿冻的麻油鱼饭。它有饭这个说法呢，是因为潮汕靠海嘛，通常渔民出海捕鱼的时候会把鱼当饭来吃，有着鱼就是饭，饭就是鱼这个说法。然后我们选用的是南澳岛的麻油鱼，又叫乌笋鱼，其实我们和我们北方的鲅鱼是同属一科的。它的特点就是皮下胶质比较丰富一些。然后我们把它取鱼腹中间成卷之后呢，上面我们搭配的绿色的是沙葱酱，然后点缀的黄色的话是揭阳特色的普宁豆酱，所以您吃的时候整体入口就可以比较绵密一些。这做的有点像法餐的那种。尝一个麻油鱼饭，你吃一个。
就麻油鱼卷成卷，是不是？味道还可以，一点点腥味，但不腥。有点鱼味儿，这个比那个鱼外滩的好吧？你没吃过，还可以吧？是吗？腥倒不行，是不是？不行，鱼味挺重的，这还可以。你再吃一个吧，就是有个鱼味儿。比那鱼外滩的好吃一点。因为就是像2位客人的话，如果说点1份麻油鱼的话，我们吃完这个鱼饭，我们可对呀以再吃其他东西，那就没有那么多可尝试的机会了。对，味道还是挺精致的。谢谢。是今天的卤水，因为在潮州来说的话，素来有着无卤鹅不成宴席这么一说法。然后我们今天选用的是澄海散养的3年以上的狮头鹅掌，下面是鹅掌，我们已经做好了剔骨，然后用我们店的老卤，大概是卤制了4个小时左右，整体口感就是比较弹牙的。然后上面的话也是鹅肝，鹅肝下面我们搭配了一块卤水的嫩豆腐。然后您吃的时候可以，就是鹅肝整体口感是比较绵密丝滑的。然后我们在它旁边的话搭配了深颜色的话是卤水的原汁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为你讲解的一个老姜黄醋，建议您先尝口原味的，然后再搭配使用。下面是那个豆腐的豆香，这鹅肝还行，没啥俗味，没有，挺嫩的，挺滑的。对，下面豆腐也没酸味，没有豆腐味还可以儿很正的，豆腐味儿还是很正的。可以吃块这个鹅掌，你吃一块，我吃一块，可以这鹅掌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传统的广东和潮汕那边都有在吃的，这个是白切鸡，选用的是广东的清远鸡，然后用白切鸡传统的这个做法，保留了鸡的一个鲜嫩感，还有鸡的本味。然后旁边的话，我们搭配3个小料，黄色的话是普宁豆酱，普宁豆酱的话就是有点咸，你一定要适量蘸取就可以。然后红色的话是一个红葱头醋，就是偏酸一点的，为您解腻的。然后旁边的话，我们就搭配了一个基础的沙姜和沙姜。对，刚刚那个鹅掌挺好吃的，肥肥的也不腻，谢谢。然后跟那种普通的鹅掌还是不一样。是红色的这个红葱醋就是酸的、解腻的，然后这个是咸口的普宁豆酱，然后这个就正常的一个沙姜和沙葱。行，我先尝个不蘸酱的，就广东白切鸡那种。白切鸡，对的。对，半生不熟的。但其实潮汕不吃这种白切鸡吧？潮汕也吃。行，我尝一尝。潮汕也香。那个稍微有点咸。这鸡有鸡味，味道可以，而且特别脆，是吗？特别嫩。但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吃这个？这鸡水平可以。你吃不惯这种肥鸡是吧？我觉得味道可以，就吃不了肥的，吃不了。蘸点这个酱试一试，它这个你看皮下都是油啊。对，但是香啊，这个鸡可以嫩。但你不喜欢吃这种肥鸡是不是？没流血，只是红，特别肥。这个地方你看。你是不爱吃这种是不是？还是？不是很爱吃。我觉得味道可以，这水平算高的。我妈不喜欢这个，她觉得太肥了。我觉得做的挺好的，又嫩又香，虽然肥但不腻。广州吃过，你吃不惯呀？不要，它的鸡质量还是不错的，好像。它这个土鸡虽然肥，但是没有腥骚味，没有那些杂味，只有鸡香味。我说那鸡啊，太壮了，太肥了，一般人是真的是吃起来还是有点困难的。我觉得还可以，我反正配米饭吃。这鸡我吃，我妈不吃。这鸡是带血的，带血也行吧。我再吃一点，我把这盘吃完来评价一下。蘸点这个普宁豆酱，刚才我尝了一下，还挺香的。这家店可以，挺细腻的，不是那种不会做菜的骗子餐厅，好像。我觉得这家餐厅其实挺聪明的。我看一下，它海鲜菜单并不多，所以其实它知道这个供应链问题不好解决，它还是弄简单的，像鸡就好解决。你买一个好的鸡其实不难的，在国内。这个鸡有个啥问题了，就是吃多了有点肥，但是香还是香。一个人只能吃个2-3块是最好的，但我妈不吃，只能我把半只吃完。也可以吧，就是不是太耐吃，但是味道确实可以，技法没问题，偏细腻的，不是那种粗糙的。发现它这个问题是啥？它那个鸡胸做的水平其实一般，但是鸡肉是好鸡，所以鸡胸虽然老，但是口感还是香。跟荣哥烧鸡比的话，跟荣哥比的话差不多吧，好像还是没荣哥强，但是做的比荣哥细腻。那个苏茶九肚鱼的话叫豆腐鱼，然后也有地区叫水蝉，其实它那个通体的话就是它很软，它包括它的刺都是软刺。然后我们把它高温炸制之后，你看到它上面有一些绿绿的话，我们现在是选用的南澳岛的紫菜，然后搭配进去，然后进行高温炸制而成的，所以它比较酥脆一些。
你吃的时候它里面可能有些软刺，都是可以吃的，好脆的。可以好嘞小清汤哈。好，谢谢啊。对，这属于性价比高的鱼，味道也不错，这味道还可以。但是九肚鱼的食材跟新荣记比还是有点差距，主要是鲜度上有差距。腥味倒是没有，它压下去了。它这家店，它在有限的食材内还是能做得很好的。因为我们刚刚吃完那个九肚鱼炸物的话，我担心油腻影响下面的菜品。小青，它是相当于没有加奶的一个冰淇淋，然后它中间的话，我们是用那个潮州用野果叫油柑，然后我们把它榨汁之后，然后制作了一个橄榄形的冰沙，然后下面搭配的茶底的话，我们是冷萃了八个小时的蜜兰香乌龙茶。然后所以说它会有比较酸比较涩一些，但是它是冰的，您小心吃了冰口哈。好，那就是橄榄的嘛。这是冰是吧？冰沙，对，冰沙。然后下面是一个单丛茶的茶底。味道还可以，还是有西餐的功底的这种。还可以吧，我觉得它已经是有限的食材内能发挥到100分的水平了，就是它的技法。是酸辣花椒烩鱼翅，里面的话我们选用是8头的黄花椒，然后青片翅。里面的话我们是用那个胡萝卜蓉，还有一些柠檬汁去熬制的酸汤，对，汤底会偏酸一点。尝一尝花椒。的话是像那个芹菜叶，然后旁边是一个银芽，就根据您的口味可以搭配一点点。行，可以不用放对吧？可以不用放，就是看您自己。你要吗？芹菜叶跟银芽，放一点银芽吧，我要搭配一点这个。这汤弄得可以，很厚实，很香，没有老旧的味道，没有腥味，没有怪味，没有那种老旧的味道。底味就是一个泡椒味的吧，泡椒味的那种汤底，有点像方便面的味道，泡椒牛肉面的味道。吃一下这个吃，这花椒可以，没有怪味，没有老旧的味道，也没有腥味。但是吃着就像牛筋一样，也没啥像粉皮，就是没有啥，就是花贵家吃的必要。但味道这个汤底味道很浓厚，尝这个鱼翅可以的，这个鱼翅花椒汤做的好的是吧？就没有任何怪味。但是你要说什么惊艳特殊的味道也没有，是不是？就是一个泡椒牛肉面，然后蹄筋的味道。但是你说这个有难吃的味道没有？还可以，反正钱多的可以试一试。这个是鸡油花雕中的东星斑，然后我们中间的话选用的是野生的东星斑，较比普通的话，它就是皮下的胶质比较丰富一些，所以它口感的话就没有说是那么的嫩滑，它是有一点点的扎实的口感在里面的。然后下面的话，我们最下面的一个蛋羹的话，我们是用白贝水然后去熬煮而成的，然后中间这个黄颜色的话是用蛋黄，然后我们是搭配鸡油然后去炖制而成的。刚刚我同时给您分享的话，这个也是我们店自己，然后老板去苏格兰那边我们自己发酵一个威士忌。为我们定制的一款威士忌，所以它会有一些焦糖的香气。你慢用。谢谢。就建议你用旁边那个瓷勺使用，就是可以搭配下面的蛋羹一起吃。好的，行。尝尝这东星斑，反正粤菜就吃点东星斑，下面是个鸡蛋羹。尝一尝，就一个正常东星斑，有点像升级版的酸壳鱼，还行吧，马马虎虎。没腥味，但是也没啥鲜味，普通吧？你觉得？比较普通是吧？这鱼？很普通。没什么鲜味，确实也是没什么腥味，对。反正就是一个升级版的笋壳鱼，我觉得就是。对，这个没有新荣记那些鱼划算，而且没新荣记那么鲜，对吧？对，而且它搭配所谓的这些鸡蛋的这些东西，好像对不值钱。噱头。对，它这个菜没什么。就是没有性价比，但是我说实话，它在它有限的食材内已经是做满分了，你说是不是？反正这道菜一般，味道还可以，但是就跟新荣记比没啥性价比。水芹炒的吊龙这个，对，腌制过后的酸酱，然后搭配的是水芹，然后炒的吊龙，吊龙就是枸杞背上的一块部位，就比较嫩一些。嫩是挺嫩的，也没啥膻味。还可以吧，它好像做了什么嫩化处理吧，芹菜就一般的芹菜，没有任何区别。他们家这个还是下功夫了在厨艺方面，但是食材有限，
但我觉得这牛肉不是那种黄牛肉弄的，但是像那种处理过，用什么技法处理的特别嫩，对吧？也没有膻味，但是好像没啥牛肉味，但是也没有嫩肉筋的味啊。对，反正这个是有技法的这道菜，肯定是有技术。要不就是他选了个什么好的牛，我也不确定，反正，这个牛肉的口感肯定是跟普通的是有区别的。我就不说了啊，那我再来碗饭，吃了点牛肉，我妈不吃牛肉。吃完了，我感觉它这个牛肉有点像和牛炒的，但是他们家店真的很细腻，没有那些腥膻味，但牛香味也没有。但炒的这道菜是有锅气香的。这家店技术很好，食材有限的食材内做的真的很好。所有菜里面最好吃的是那个鹅掌，挺惊艳的啊。你可能忘了鹅掌，鹅掌跟鹅肝，鹅掌最好吃。我觉得这家店还行吧。如果你预算高的话，吃个它那些花椒那些做的还是可以的，不会有什么怪味啥的。不用了，这个